很多玩家都认为这具男尸就是吸血鬼，可他是真的吗？肯定是啊！你看尸体保存的这么好，嘴角还流着被害人的血，心脏附近还插着一根木楔子，这不就是妥妥吸血鬼吗？旁边不就是受害者吗？哎，大伙儿先别急着下结论，有的粉丝提出让我好好讲讲，所以今天应粉丝们的要求， Gavin 就带着大伙儿来场柯南式的现场调查，一起拨开矿洞吸血鬼的层层迷雾，且看真相如何浮现。一般的犯罪现场调查不会先从被害人开始，所以咱们也有样学样，先从吸血鬼的被害者们开始调查，看看被害者的尸体特征是否符合吸血鬼的作案方式。那么棺材附近目前共发现2具尸体，为了方便叙述，离棺材最近的我们姑且称为1号尸体，稍远位于巷道中的叫2号尸体。首先来看1号尸体，1号尸体躯体平躺，整体相对比较完整，但由于地势斜坡的原因，尸体略微呈现头低脚高的姿态，而且从死者衣着和发型可初步判断死者为一名成年女性。如果我们蹲下仔细观察死者面部，就会发现一些可疑特征。死者唇部及整个面部呈现青紫色，初步推断很可能是中毒或者缺氧窒息所致。而额头左上角有一处明显伤痕，从伤口的凹陷程度来看，很像是使用钝器击打留下的凹形伤痕，推测很有可能死者生前头部曾遭受过凶手钝器猛击。不光如此，死者颈部还可以看到一圈明显的勒压痕迹，呈环状分布，而且颈部左侧清晰的手指压痕尤为明显，而这也与尸体面部因缺氧窒息而呈现青紫色互相印证，那中毒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综合这些尸体特征，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死者生前可能遭受凶手的钝器攻击，而且为了彻底灭口，凶手还曾双手掐住死者的脖子，最终令被害者窒息身亡，所以脸部才会呈现因窒息缺氧所导致的青紫色。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解释下，为啥窒息身亡会导致面部呈现青紫色。针对这名死者，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凶手在对被害人颈部施加扼压时，头部血液因无法正常流通，最终淤积头部所致。另外，由于死者所处地势斜坡的原因，死者身体略微呈现头低脚高的姿态，因此体内部分血液也会回流到上身及头部，最终导致整个面部甚至手臂呈现青紫色。好，我们接着来调查2号尸体。2号尸体躯体侧躺，全身似乎被泥浆一样的物质包裹覆盖，所以不是特别容易被发现。但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下尸体的腐烂过程，就会知晓这并不是泥浆，而更接近尸体在矿洞潮湿环境下腐败分解后形成的体液与软组织溶解物，属于典型的尸腐特征。而且如果蹲下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尸体腹部上方还在不断冒着白色气体，很可能就是尸体分解释放出来的腐气。虽然尸体呈现中度腐烂，取证困难，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死者的一些基本特征。从头部白色罩帽、朴素鞋子和体态特征可以看出，死者也是一名成年女性，而且身份地位较低。如果我们靠近尸体头部观察，就会发现2处明显的异常特征。首先，死者颈部有2处长短不一的纵向切痕，但从伤口深度来看，伤口很浅，并非致命伤。然而，死者面部五官特征却被严重破坏，而且破坏边缘较为平整，更像是被整体剥去脸部，完全不像自然腐坏所致。而如此大面积的开放窗口，很可能是导致死者因失血过多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也是尸体在潮湿矿洞中腐败程度较高的缘故之一。你看看，凶手作案手段可真是残忍变态，幸亏带着大伙重回现场调查，不然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线索很可能就被想当然的忽略了。那么既然传言死者是吸血鬼的被害者，
那我们就得先来回顾点背景知识，回忆一下传说中的吸血鬼的典型作案方式。那么你就会发现，不管在传说、小说、电影还是动漫等艺术作品中，吸血鬼的狩猎方式整体比较一致。他们一般都长着长长的獠牙、尖尖的指甲，在作案时一般都会扑向猎物颈部，用尖牙咬开皮肤，靠吸食血液来维持自身能量，而且一般都会在伤口留下2个对称的小圆孔或者 U 型咬痕。那么综合2位被害者的尸检特征，我们不难发现，2位死者的颈部都未出现对称小孔或 U 型咬痕，这些典型属于吸血鬼的作案特征，反而更像是普通人类的蓄意谋杀。如果棺材里的男尸是吸血鬼的话，那为啥要大费周章采用如此低效的作案手段呢？显然不是，对吧？你怎么断定就不是？棺材男尸如果不是吸血鬼，那又是什么呢？又为啥要在心脏附近钉一根木楔子？还有那嘴角附近的血迹，难道是我眼花吗？好，大伙儿先别急，咱们的最终调查这就开始，看看这棺材男尸到底是不是吸血鬼。于是我们来到棺材附近，棺材里的男尸整体保存比较完好，尸体面部朝上，自然卧躺，双手交叠放在腹前。除了那个看起来很值钱的金色十字架之外，也许更显眼的就是心脏附近的那一枚长楔子。木楔子被死死钉在了死者的心脏附近，周围的一圈都有血液渗出。其次，死者手掌的指甲长度适中，并无呈现尖长特征。如果我们凑近尸体面部仔细观察，死者的口中被塞入了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石块，而且嘴角2侧分别有一处纵向的轻微切痕，并不是我们之前所以为的受害者的血迹。此外，由于死者嘴部也被石头塞住，没办法拿出来，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判断死者口中是否长有吸血獠牙。那么我们这里先简单总结下：第一，之前我们认为的男尸嘴角的血迹，现在看来不是来自受害者的血液，而很可能是有意为之的轻微切痕。第二，男尸由于嘴部被石头封住，我们无从知晓死者是否长有吸血尖牙。第三，死者手指指甲长度正常，并不符合吸血鬼的利爪特征。如果我们对衣服晕染的血迹再深入观察，还会发现心脏附近的衣服血迹是木楔子穿透胸腔渗出来的血液浸染。从血迹形状，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推断出，木楔子就是在死者死后整理完仪容后被插入心脏。反之，如果生前就被插入木楔子，血迹恐怕也不会呈现环形晕染状，而更可能是不规则的喷溅状。不仅如此，如果死者死后才被插入木楔子，那还意味着木楔子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杀死可能作为吸血鬼的死者，而更可能是属于某种仪式的一部分。这信息量有点大呀，得缓冲一下。好，那我们先把视线从尸体转移到周围的物品摆设。棺材周围的各个方向都挂着大蒜或洋葱，而且棺材首尾各放着一个铁质烛台，烛台上点着数根蜡烛。棺材头部的烛台顶端还放着一只骷髅头骨，附近的木桶上同样摆着一只头骨和金餐杯。再往里是一只倾斜着的圣体匣，里边装着一枚具有十字架标志的白色圣饼。再结合男尸身体上的金十字架、木楔子、口中石，加上周围的这一切陈设，大家不觉得这像极了某种神秘仪式吗？至于什么仪式，我们马上就会讲到。那么根据目前对男尸的尸检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无法断定男尸就是吸血鬼，因为有很多发现与吸血鬼的特征不相矛盾。比如木桩很可能是死后插上去的，嘴角的血迹并非受害者血迹，而似乎是故意人为的轻微切痕。再者，尸体虽然保存比较完整，但眼球部位存在明显塌陷，这与吸血鬼尸体饱满如初如同长眠的特征也存在矛盾。所以综合种种线索，我们只能推测死者极有可能不是吸血鬼。那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
如果不是吸血鬼，为什么尸体心脏要被插入木楔子，口中还塞入石块，而且周围的仪式摆设，这背后又是什么目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众多谜团揭晓的时刻，小伙伴们赶紧坐好。既然无法证明是吸血鬼，那么木楔穿心、口中石就是众多谜团中最主要的2个了。如果能解开这2大谜团，其他谜团甚至吸血鬼传言或许也就不攻自破了。根据木楔穿心、口中石这2大关键线索，我开始在各种渠道搜索查阅对应信息，发现在欧洲历史上竟然真实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反亡灵的特殊仪式，有的也被称作反吸血鬼仪式。根据考古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和学术资料，我归纳整理了下这种仪式一般具有的几个典型特征和对应解释。首先，执行仪式的死者口中或者喉咙处会被放置小型石块，这是为了防止死者死后变成吸血鬼吸食人血，同时阻断灵魂入体的通道，又或者是为了阻止亡灵对活人进行诅咒。而且有的墓穴甚至发现将整块砖头塞入死者口中，甚至不惜打断死者的牙齿，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亡灵的恐惧到了何种程度。其次，死者头部、心脏或者胸腔被粗大铁棍或者木楔贯穿钉入，或者死者颈部上方会倒扣悬置一把弯形镰刀，用来防止死者不小心复活从坟墓里爬出来，同时利用铁或者木的魔力彻底杀死吸血鬼。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仪式变体，比如有的还会将死者头颅砍下置于死者双腿之间，或者在死者躯干、头部压上重石，都是为了防止死者复活成为吸血鬼或者怨灵作祟人间。所以棺材男尸是否真的是吸血鬼，相信也都不言而喻了吧。而矿洞棺材周围的大蒜、骷髅、蜡烛以及圣体匣同样具有震慑和净化邪灵的仪式效果。其中大蒜用来驱逐邪气，骷髅作为恐吓性图腾，象征死亡威胁、邪物勿近；蜡烛则象征驱逐黑暗，为亡者引路，同时也是为了营造仪式气氛。而圣体匣和圣饼作为神圣物件和对神性的象征，则是为了彻底压制亡魂，让邪灵无处栖身。等等，那为啥矿洞棺材里的男尸保存的那么完好？这又怎么解释？其实男尸保存完好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而是矿洞和棺材形成了天然的干性腐败环境，空气稳定，温度恒定，棺材内部干燥，加上尸体完整，木桩破坏了胸腔，减少胀气，使得尸体进入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腐败路线，因此尸体看起来保存完好，没有快速腐败。而男尸嘴角两侧的轻微切痕又是干嘛？其实我这里也做了一些调查，但可惜没有找到现实资料来做证实和解释。但如果根据仪式目的进行逻辑推测，应该也是为了阻止死者复活后张嘴吸食人血，诅咒活人，应该属于是除了石块之外的又一保险措施。所以总结下来，棺材男尸并不是什么吸血鬼，而是一具正常人类尸体，但可能生前由于触犯了某些禁忌，成为不洁之人，死后被执行了反亡灵仪式或者反吸血鬼仪式。那这名男性死者生前究竟是触犯了什么禁忌，才被执行这种反亡灵仪式？换句话说，在中世纪，到底什么人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才会被执行这种仪式？而且，这种反亡灵仪式为何会在矿洞深处秘密举行？当时教会难道不允许这种仪式公开举行吗？如果不允许，背后原因又是什么？还有，从其奢华的棺材内饰以及周围的仪式器具，能否推测出死者生前是何种身份？这名男性嘴角切痕与2号女尸颈部切痕如出一辙，那他和2号女性还有1号女性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复杂关系？杀死2名女性的凶手会是这名躺在棺材里的男性吗？如果不是，那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另外，我还在附近面包坊地下室的一个储物箱里发现了数根形似男尸身上的木条子，而这又将这矿洞谜案引向何方？案件此时越发变得扑朔迷离。那么下期节目，
我还会就上面未解释的谜团继续尝试解答。另外，也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积极提供爱情线索，助力 UP 早日侦破矿洞谜案。当然，如果你也喜欢这期影片，或者期待后续拨开谜案疑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我是 Gavin， 我们下期见。